王一博帅小伙在长空之王里穿上军装，站在飞机上威风凛凛的，跟个大将军一样。有人说军装素人，王一博那么高帅是锦上添花了。酷盖就算是不穿军装，骑着摩托车也很帅气。去电影院看长空之王，不仅仅是看他的帅气，还有见20的帅，更有是飞檐的帅。这个帅是发自内心的，酷盖自然是帅。演绎的是飞檐，是用生命来测试飞机的性能。正如电影中说的，他只想飞出飞机的极限来。极限是什么？极限是一种挑战。酷盖在拍摄之前就到了旋转机体验了一把，从夜到幼只是一个旋转机的功夫。也是这些，酷盖知道了试飞员们的不易。他认认真真听讲，仔仔细细记录，让自己与角色融合在一起。尤其是失速之后，他的眼中充血，这是一种真实的反应。有人说，真这样的话，试飞员的眼是不是要报废了？试飞的机型肯定不止歼21种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试飞员们真的了不起。酷盖只是反映了试飞员的一个角度，他们锻炼的艰辛，试飞时候的谨慎与大胆。酷盖演绎的很好，不仅演还要路演。在武汉的时候就亲自去路演了，不过其中有一个小插曲，他倒汽车的时候被粉丝扔了一袋东西。有人说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因为要尊重人。虽然酷盖没有计较，但这样的行为过分了。这位小朋友应该不是故意的，他想靠近酷盖，但很紧张，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感情，只好用这样的方式来诉说。酷盖挺真诚善良的，遇到这样的事他也不计较。他不计较，粉丝们觉得这样的人不尊重人，就算是不爱也别伤害酷盖。酷盖挺努力的，之前的陈情令就很帅气，之后的冰与火穿上警服，那个帅气的样子真的太棒了。有人说他是文盲，提笔忘字谁都有过，不能因此就指责个无休止。这不是为他找托词，而是事实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他改了很多，无论是学识还是气质都有变化。大家喜欢他也是这个原因吧。他为了演好长空之王这个角色，体验生活的同时还专门到健身房锻炼，这跟张家辉、彭于晏一样努力。张家辉为了演好激战中的角色，用了大半年的时间，不仅仅练出6块腹肌，还提升了对饮食的认知。彭于晏能拼敢拼的演员，在翻滚吧阿信里通过练习，学会了好几个高难度的体操动作。正如片中所说，如果你一生只有一次翻身的机会，就要用尽全力。他演一部戏就能学会一个技能，感觉他不是去演戏的，就是去提升技能的。演戏不是主业，酷盖也是如此努力打拼。他在长空之王里有很多高难度动作，都是他亲自上阵，也是因此很多人愿意进电影院看这个电影。有的人是因为自己或家人是空军要去支持酷盖，有的人是因为酷盖帅气前去支持一下，还有的是粉丝自然要掏腰包。这个电影上映了3天就破亿了，而且后劲十足，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，酷盖的实力摆在那里。喜欢你没道理，支持你的电影那是必须的。有人说王一博的演技挺一般的，是吗？那您要好好看看这部长空之王了。他在情绪的拿捏还有人物的处理上都恰到好处。要是觉得酷盖不帅，那更要去看看了。穿上军装的样子跟他穿休闲服是2个感觉的。